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剪这么短头发吗？一个答案，大家看，就一个动作。大家早上好。我之前其实没有什么习惯喝咖啡，是来到欧洲以后才开始习惯喝咖啡。但是我喝咖啡的一个习惯的原因，大部分人是因为习惯可以那个冲醒睡意，但是我的习惯是它的可可粉的味道。有没有人跟我喝咖啡是一样的？因为这个可可粉的味道的？也没办法，就是我一定得接受的事实，就是我来这一趟行程定的，一定要去那个 Kilpatrick 山的那一个行程，应该去不了了，因为我今天在这边待一天，我不想赶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旅途就更像人生。我觉得旅途超级像人生的，而且可能旅途比人生的变化还多。差不多，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像的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永远不知道你所定的目标，可能你随路所看的风景就比你所定的目标还要更加的棒，更加的好看，更加的超乎你的想象。这个就是人生。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待会儿见。小羊回家 ，Hello， 这边有个城堡，但是关门了，锁门了。其实没有关门，它只是这个是羊而已。然后这边有个入口，这边是锁羊的，可能。进去看一眼，进去看一眼。又是一个几千年的城堡，看一下有没有说明。这边有个推旋式的门，哎呦，其实挺不错的。大家看，大家有看到这四周有这个，我猜这个是以前的第二层，因为这上面还有一个通洞。应该是这里是以前是石板，应该是木头，不然的话石板还会留在现在。木头的话，它那里有房间，肯定要进去。对，你看这边沿过来，正好上去那个房间。这座不起眼的灯塔堡垒始建于1429年，传奇的海盗女皇 Grace O'Malley 曾生活在此。这一位可是古时的女汉子，当年她在离这不远的 Clare 岛遭受来自 Galway 的一支远征军的袭击后，为了报复 ，Grace 做起了海盗，在 Galway 港拦堵、抢劫来自英国的船只。这位女汉子后来还为了救回被俘虏的2个儿子，扬起帆，单枪匹马地驶到了伦敦的泰晤士河，会见了伊丽莎白女王，还不肯下跪，胆大包天啊！不过正因为这样，年纪相仿的女王对她非常赏识，也答应了放回她的儿子。1824年，这里也作为警察局使用。我现在前面看到这个景色，让我想起了法罗群岛。我不知道大家，我虽然没有去过，但是我看到过很多照片，那个法罗群岛就是类似这个样子。然后，那个山比这个还高。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去。然后，这个 Achill Island 呢，这个岛呢，其实是爱尔兰最大的一个岛。我是今天早上做功课才知道的。
然后这个岛有超过80%，大概85%的土地都是像我左手边看到的这种沼泽湿地，都是这种湿地，有这么多。居民差不多3000多个居民，其实人还算挺多的，3000多个居民在爱尔兰来讲算很多的。有谁想住在这间房子，面朝大海？这个也太美了，真的是太美了，又是不一样的景色。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哇，真的，简直是很壮观。因为没有下雨，下雨的话可能会比较惨一点。我想对你们说的是，人生真的很短暂。因为我刚刚有经过一个坟墓，然后有稍微瞄了一眼，上面是写死于1950年，50年前。70年前，所以人生真的很短暂，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。如果有想做的事情，一定要尽量赶快去做，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，因为真的，一眨眼时间就没了。房车后面加自行车，就是我以后的方向。为什么你身上颜色是花的？为什么呢？我害你们母女分离了，应该是父女，我真的害你们父女分离了。大家看，他们在这边接头，我把前面的路、后面的路堵到了。天哪，你别过来！哎，吓我一跳。父女分离第2集，我把他的路堵死了，然后这只小羊一直在叫，它在这里出不来，然后它又不敢回头。我又是往这个方向的，你看，我又是要往这个方向走，然后他又一直可能怕我，然后又一直往前走。好了，给你让条路走吧，去见你的女儿吧，走吧。Arky Island 其实根本不在我的计划内，是一位旅途中遇见的老爷爷给我推荐的。到了以后，我才不禁感叹，原来这里是我在爱尔兰去过的最美的地方。高耸入云的山川，蓝色的波涛，一望无际的蜿蜒石路，仿佛身处在与世隔绝的世界尽头，脑中的那些凡尘琐事也立马轻轻地消散，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往往旅途中最精彩的，就是去走那条你没有计划和准备的路。知识点来了，省得一路看风景。先给大家看这个图啊，这个图呢，这个呢在那后面，待会我带大家看，是当时为了营救一个在这个地方失事的一个船所建的。然后这个船呢，当时是1909年是建的，有4330吨的重量。这是当时
船搁浅的画面。当时船搁浅是在1940年的12月10号，在这边可能触礁还是怎样。然后这个是船的名字，在这边看到吗？然后这个是在当时救援的情况。然后这个可以看到，当时船是变成这个样子失事了。然后这个呢是有一个人在这边勘测这个船的情况。这个 Joey Sweeney 就是当时负责拯救这个失事船的头子。这个也是当时失事的画面，这是当时他可能碰触在这边，这个就是舰的这个样子，可能把它拉起来还是怎样。这个是当时的员工哦，这个 Sweeney Hotel 哦，之前是一个那个酒店的，是他们可能当时自发然后建的，然后把他救起来的。这边写的是 Joey， 他是一个商人。阿 Q 上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，那附近是一个商人。我现在就去看一下当时的旧址。那个船呢，当时是从英国的卡蒂夫出发，然后去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，阿根廷的。因为上面是写他当时在那个出发在那个中间的时候，那个通道的时候，水通道的时候就已经方向盘已经是失灵的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，很远呢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我的镜头只能放到这么大。这就是当时的那个地方，在那个悬崖边上。大家看到这个地真的是水水的，不愧是我之前有介绍，真的是那种沼泽，很水，全是水。这一路我都是推上来的，太累了，而且风很大。虽然风景很漂亮。我装逼装的也有点累了，我要去，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餐厅，好像还很远，然后看到这个牌子上面是写10千米，10千米，按照我刚刚这个速度的话，我应该要骑2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。带在路上，I'm feeling better, there's no doubt about it. And my days are brighter, my shoulders are so much lighter. Just for a moment there, I thought that there was nothing more to life. I thought about it, wrote a couple songs about it. Just for a moment there, I lost myself. 朋友们，我现在有点后悔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本来打算的露营地点，太美了。Q 小镇生活着500多个居民，绵延着4公里长的月牙形白色沙滩。这里也可以体验各种水上活动，如帆船、冲浪、皮划艇等。Q 如同它的维基百科一样，简单的像是一个不会被人记起的角落，但是只有真正来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它世外桃源般的存在。Ackee Island 是一个误打误撞的旅行地，它给了我许多一生难忘的体验与惊喜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像还有一处更美的 Kim 沙滩，一片荒废了5000多年的村庄等许多的地方都没有机会去。下次吧，留点念想，未尝不好。刚刚骑回来了，骑了1个多小时，骑了1个小时。然后当然每天都有小惊喜。今天的小惊喜呢，哒哒哒哒，这个坏了，还好我家里还有一个备用的旧的。另外一个惊喜应该也不算意外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哒哒哒哒，我已经不想再补它了，
它已经伤透我的心了，所以纪念你在 Akio Island 陪我上山下海的日子，我应该以后会很少去 Penny's 买东西了啊。另外一个事情，我的这个手终于开始痒了，大家看这里也开始蜕皮了，所以已经非常好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边结束。明天的话，我坐车回都柏林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看到现在。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冒险。下次的冒险，等我休养一段时间再计划。然后明天我再录一小段，再见。